全球首个将被淹没的国家马绍尔群岛计划搬迁，我国成首选目的地。随着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格陵兰岛等地的冰盖不断融化，全球海平面升高，马绍尔群岛、图瓦卢、瑙鲁等海岛国家在未来会逐渐消失。马绍尔群岛共和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简称马绍尔群岛，位于太平洋中部地区。该国由1225个岛礁组成，其中29个环礁岛群和5个小岛。马绍尔群岛的领土分为东南的日出群岛和西北的日落群岛，两部分相隔208公里。该国的主要人口集中在首都马朱罗和埃贝耶岛。该国陆地面积仅为181.3平方公里，2022年的 GDP 大约2.7亿美元，人口约5.43万。马绍尔群岛的西部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南部是基里巴斯。该国位于关岛东南约2100公里处，距离东北部的夏威夷约3200公里。比卡尔环礁是马绍尔群岛比较靠北的环礁之一，它位于日出群岛北部，陆地面积只有 0.5平方公里。比卡尔曾是海鸟的主要栖息地，也是濒危物种绿海龟的产卵地。在日出群岛的南部有奥尔环礁和阿尔诺环礁。奥尔环礁是一个小型环礁，由3个主岛和39个小岛组成，面积约 5.6平方公里。整个环礁上大约有450人居住，当地居民擅长制作船只模型。环礁周围有大量的珊瑚和热带鱼，是极佳的潜水场所。阿尔诺环礁距离马绍尔群岛的首都马朱罗约15公里，其陆地面积大约13平方公里。阿尔诺环礁是马绍尔群岛上人口最多的环礁之一，有超过2000人。环礁周围盛产马林鱼、金枪鱼、旗鱼等，是极好的远洋捕鱼场所。整个马绍尔群岛拥有面积213.1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渔业资源丰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依赖外来援助。马绍尔群岛被称为南太平洋上的黑珍珠，其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没有经历工业污染。该国出口结构单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其中，该国与美国的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80%以上。马绍尔群岛不断下沉。马绍尔群岛在1947年由美国托管，1990年12月22号结束，因此与美国关系密切。1946年至1958年，美国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67次核试验。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核爆在比基尼环礁上进行，这次爆炸的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00倍，产生的放射性尘埃远超科学预测。核爆导致的辐射使岛上居民患上了大量的核辐射病，也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1997年至1980年，美国派遣4000名军人处理位于埃尼维托克环礁的核试验场。他们将受到污染的土壤和其他放射性废料倾倒在鲁尼特岛上一个核爆造成的深坑当中，用混凝土进行密封。但是随着海平面上升，该混凝土结构下的地下水可能会涌出，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而风暴潮还有可能将放射性物质扩散至整个岛屿。马绍尔群岛位于热带，年均降水量为3350毫米。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海平面正在不断上升。热带地区上升速度最快，20世纪初以后，海平面上升了大约15至25厘米，在过去30年内上升速度加快。据澳大利亚数据，马绍尔群岛的海平面上升了7毫米。海平面的上升导致了越来越频繁的洪水泛滥。如果格陵兰岛的冰盖全部融化，那么全球海平面将增加 7.5 米，而马绍尔群岛的平均海拔只有2米，该国会逐渐被海水淹没。今年1月20号，马绍尔群岛的罗伊纳穆尔岛遭受了严重洪灾。该岛屿是美国导弹防御试验场的一部分，岛上建设有美国陆军最先进的航天跟踪设备。海水至少淹没了罗伊穆纳尔岛1/3的面积，洪水冲到美军基地，导致设备受到严重损坏。科学家曾经将罗伊纳穆尔岛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海浪驱动的越流的附加危害及其对淡水资源的影响。海浪驱动的洪水会滞留在环礁上，影响到岛上的基础设施和栖息地，使得岛上有限的淡水资源变得无法饮用，直接威胁到人类生存。这些海岛的淡水来源主要是雨水，雨水渗入地下之后形成淡水层，淡水层位于咸水层的上方。但是未来几十年内，海岛平均每年都会发生越流事件，
月流事件会导致海水渗入地下，污染淡水层，降水又不足以完成对淡水层的更新，岛屿就逐渐无法居住。3. 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18世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从此在高碳排放的路上一去不返，直到打破原本稳定的生态环境。海平面也在不断上升，主要的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进而是海洋变暖导致海水膨胀，这会增加海水体积。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冰川融化，全球2/3超过500万人的城市都集中在海拔低于10米的沿海，海平面的上升将会对沿海地区造成严重影响，像马绍尔群岛、图瓦卢等群岛国家将被淹没。领土淹没意味着国家从法理上消失，这会造成大量气候难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流亡政府，获得一块主权国家自愿让出的土地进行搬迁安置，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像我国这样的大国尚有一定的缓冲余地，但是仍要小心应对。我国超70%的大中城市和接近1/2的人口以及60%的 GDP 都在沿海，尤其是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海拔低且经济发达。按照粗略估计，海平面上升1米，江苏、上海开始受到威胁；上升4米，整个上海和江苏大部分地区沉没；上升6米，将影响山东。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海平面上升，还可能导致飓风与台风的行进速度减慢，导致更加严重的风暴潮。简而言之，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是全面的，只有人类通力合作，减少碳排放，对自然常怀敬畏之心，才能减缓其发展趋势。